2021年4月13日，日本政府召开内阁会议，决定2023年以后将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废水稀释后排入大海。现在已经22年了，有没有什么更新的核废水解决方案？这个咱不清楚。截至目前，日本有没有偷排放核废水啥的，这个咱也不清楚。反正按当局的相关说法是还没有排放，至于信还是不信，这个看大家自己啊，这个也不在咱们的讨论范围。只要明面上没看到，那就是暂时不清楚，咱也不敢问啊，只能找点灾难片、纪录片相关短视频啥的啊，发弹幕、评论区吐槽，或者没事给个3连啥的。然后就发现了这么一部灾难片《福岛50死士》。但就在我满怀致敬的心态打开另外一部切尔诺贝利的时候，却突然发现了一个了不得的东西。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为了完成救援任务，事故发生后仅4分钟，就有无数军人和消防员主动站了出来，不惜一切代价的去完成任务。不乏一些军官和高层，是他们不清楚任务难度吗？当然清楚，他们比谁都清楚呀。每个人只有短短几十秒的救援时间。整个事故前后，为了能彻底解决问题，苏联共有近60万人参与了救援。60万人呐，每个人都是一段可歌可泣的英雄历史。那为什么到了福岛核事故这里，就只着重描述了这50个壮士呢？是这50个人有什么特殊的救援贡献吗？还是另有隐情？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也是为了积累一点选题素材，弹幕查了一些资料，然后就发现这个所谓的福岛50死士，除了是个灾难片以外，更像是一次危机公关的产物。没错，就是为了缓解当局所面对的舆论压力。这真不是我黑啊，否则这么好的选题，又是日本近20年以来极为罕见的一部以日本昭和精神为主旋律的电影，怎么会口碑平平呢？投放到市场上连个水花都没见上来。他们日本人自己都不信的。之前有一位名叫铃木之彦的记者查出了这些人的身份，多数都是老年人、流浪的、负债的、参与过黑帮的，甚至还有残障人士。虽然这些身份无法掩盖他们的奉献，但多多少少给这些光辉事迹蒙上了一层阴影。2011年福岛核泄漏事故发生后，所谓的福岛50壮士真的是自愿参与救援的吗？同为7级核事故，为什么切尔诺贝利事故前后近60万人参与救援，而福岛核泄漏事故却只着重描述了这50壮士？还是说有没有一种可能，福岛核泄漏事故发生后，刚开始的情况其实并不算太严重，也就是还达不到7级核事故的程度，只是因为疏忽大意拖延了救援进度，结果核事故升级，想要救援却没人敢去了，直到最后覆水难收，演变成最高级别的7级核事故。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还是很有可能的。因为哪怕单从核电站数量来判断，美国最多，法国第2，日本第3，商用核电站大大小小54座呀，其中又有30座是跟福岛核电站一样的废水堆，这就足够说明在核电站的应用技术上，日本还是相对成熟的。再加上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也是废水堆，前面又发生了那么大的事故，再怎么说，福岛核电站的安全系统肯定是经过升级的。事实上也确实升过级。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福岛核电站所属的东京电力公司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反应堆加上了一层安全壳。之后到了08年，日本地震调查研究促进会总部通过对模型的分析，得出了一个结论：如果日本岩手县附近发生8级以上大地震，那么福岛核电站附近的海域将会出现15米高的海啸。这么高的海啸足以淹没整个福岛核电站。但是为了节省资金，东电并没有接受这次提案，哪怕是他们的海堤预防高度只有可怜的5米。09年，日本土木工程学会再次提出了要求东电至少将海堤提高6.1米的提案，同样被拒绝。这是东电的第一次疏忽。然后大家就都知道啊，11年3月11日，日本本州岛东海岸发生里氏9级大地震。由于选址的关系，福岛核电站扛住了这次地震，却没有扛住后面的海啸。这时候的情况其实还好。虽然严重，但还远没有达到失控的程度。现场工程师摸清情况后，也很快就向东电管理层提出了用海水冷却反应堆的提案。但是为了保住反应堆，不专业的东电管理层拒绝了专业的工程师提出的专业的救援方案，愣是用了几个小时的时间去给反应堆恢复供电。当初切尔诺贝利断电几十分钟，反应堆堆芯就已经大量熔毁，福岛核电站这都断电几个小时了，能好得了才有鬼了。结果很明显嘛，堆芯熔毁导致反应堆内部压力过大，虽然没有爆炸，可冷却水根本打不进去。真就应了那句话，专业的事情你就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嘛。但东电依然觉得自己能行，依然不愿意使用海水冷却，甚至为了保住资产，多次拒绝政府介入，包括国际援助。这是东电的第2次疏忽，然后就有了下一步的骚操作，给反应堆泄压。没错，就跟高压锅泄压的方式差不多，打开阀门，把内部压力直接排放到空气中。
不过这次的高压锅有点大，排放的也是放射性气体，结果虽然有效，却没有完全有效。福岛核电站1号高压锅终究还是炸，放射物质进一步扩散，总之就是拖来拖去，一直到3月13日，事态彻底失控，也早就错过了事故的最佳救援时机。东电这才想起了寻求日本政府的援助，同时在日本首相的命令下，被迫接受海水冷却。可是，一切都晚了呀！晚到日本核能研究机构自己都觉得福岛核泄漏事件可能真的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严重啊！最终在3月14号给了一个4级核事故的判定，然后就有意思了。下一个疏忽，或者也可以说是掉链子的，不再单纯的只是东电了，还有日本自卫队。3月15日，日本首相要求自卫队出动直升机参与福岛灭火救援工作，但是呢，却被自卫队以会使队员遭受严重辐射污染的理由给拒绝了。顶多就是维持下治安，别的休想。直到3月16日，迫于舆论压力，日本自卫队这才同意委派直升机参与。但是有用吗？没用。稀稀拉拉几个直升机就能顶用的话，切尔诺贝利怎么会有60万人参与救援？福岛当时事故现场更是离谱，除了时不时几个直升机洒点水，根本就没几个人，所有人都撤了。最后剩下的就是所谓的福岛50壮士。就这么又过了几天，日本政府实在看不下去了，这才赶走了东电，委派自卫队接管，顺势展开了下一步的救援和调查工作。结果不查不要紧，一查吓一跳，哪里是什么4级核事故啊？所有爆炸过的机组无一例外，底部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裂缝孔洞，而且这些孔洞直通大海，就连最基础的保护性措施都没有啊！至于有多少核废水、核废料啥的通过这些裂缝流入大海，小哥斯拉到底有没有被催化出来，日本政府不知道，也压根就不敢说，只能说严重程度不低于切尔诺贝利。最严重的是从始至终，福岛核电站周围的普通民众疏散程度并不高，当地农产品、海产品也依然跟往常一样正常的流入市场。真不知道该说这些普通人心大呢，还是该说那些东电的管理层真的能为了利益如此的漠视人性。我是大木，我们下期再会。